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萌叔。那么这一集呢，我们来讲一下肩膀部位的绑定。那么可以看到，我这个角色的肩膀部分呢是比较圆滑的形状，关节不是非常的清晰啊。那么我希望他在转身的时候，抬起他的肩膀的时候是这样的形状。接下来我们给肩膀部分呢做一下分区。那么这是肩膀的2个关节部位。那最终呢，我们的肩膀主要的形状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是它的袖子的部分。接下来是它的腋窝的部分。那么假如说我的胳膊抬起来的话，这里应该有一个腋窝的形状。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腋窝的区域。好的，那么这就是肩膀部分的分区。假如说我们肩膀抬起来的时候，那基本上我想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形状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去进行绑定吧。我在猫后里呢已经先做好了身体和头部的转面。那我们这一集不多讲，只讲肩膀部位。那这个是头部的涂层，这个是脖子和领子的涂层，这个是身体的涂层。那我们把图片导进来，来参考它去进行绘制。那首先我们来画肩膀，也就是绿色的区域。
我们旋转画布看一下这个形状，这个形状最好画的左右对称一些。我现在来修改一下它的颜色。旁边呢，我已经做好了色卡，调整一下图层的顺序啊，让它放在身体的后面。那么身体的上面呢，可以加一个补丁层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新建一个图层来做它的腋窝的部分。那么这个点呢，要在关节的中心位置。好的，这就是腋窝的形状。那整体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画它的袖子。我们还是用这个圆形关节啊。接下来是画它袖子上的花纹。接下来修改一下花纹的颜色。好的，现在袖子就已经画好了。那我们的肩膀和袖子就已经都画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添加骨骼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只做肩膀部分的骨骼。我们先来绑肩膀上的2个关节。
现在控制骨骼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的，那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。继续添加2根骨骼。我们连接一下父子棘，点骨骼呢连接到真骨上，真骨的骨骼呢连接到身体的骨骼上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下目标，首先看一下这2个骨骼的名字分别是 B4 和 B5， 所以我们的目标设置成 B4 和 B5。现在我们移动骨骼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形状就比较完整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可以给点骨骼做一下缩放的控制。这样我们控制骨骼的时候，同时关节也可以进行缩放。接下来我们来建立袖子的骨骼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建立一根小骨骼，让它不跟随腹棘骨骼去进行角度的变换。然后是袖子的控制骨骼。袖子的关节部分呢，也可以单独做一个骨骼去进行缩放。那么这个视频呢，只是一个示例，所以我暂时就简单的去绑一下这个袖子的部分。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我这个肩膀的2个真骨呢不太好操作，所以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小的控制器。在这里添加一根点骨骼。那么这2个骨骼的角度呢，设置为00，然后呢，将肩膀的2根真骨连接到这2个点骨骼上面。
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这2根点骨骼去控制肩膀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腋窝的部分。那腋窝这里我也想给它添加一个小的控制器啊。那么这个点呢，我们单独给它建一个点骨骼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点绑定到点骨骼上面。那么上面这个点呢，要绑到肩膀的骨骼上面。这2个点我们需要单独的操作啊，所以我们需要单独给它加一根骨骼。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肩膀和腋窝的形状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给肩膀和腋窝呢单独做一个参考层，放到上面。那么这个肩膀部分呢，我们需要剪裁一下它的关节。我们需要剪裁掉关节的一个半圆。同样，我们这个剪裁的图形呢，也需要加一根骨骼去控制它。那么肩膀和袖子呢，在做动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进行涂层排序。
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肩膀就已经绑完了我们把多余的骨骼呢隐藏掉。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实际需要操作的骨骼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角色的肩膀和袖子。假如说我们这个角色是有背面的话，我们这个肩膀也同时可以去转到后面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肩膀抬起来的形状。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肩膀抬起来的时候，就是这样一个形状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看到我们在侧面的时候呢，肩膀也能够很好的抬起来。那这个就是，侧面的时候肩膀抬起来的效果，那跟我想要的效果基本上就是一致的。我们渲染一下，看一下。好
的，那么这一集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拜拜。